考虑到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这么久，马上就到冬天了，所有支持乌克兰的那些国家就想着如何帮助乌克兰尽快结束这场卫国战争。于是，曾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40多个国家，在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召开会议，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作为乌克兰头号武器供应国，美国承担了各国装备对乌运送的协调职责。如今，西方国家正在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备置冬装，包括保暖的军服、靴子和帐篷。这次会议议题之一是一份美军起草的文件，是关于向乌克兰提供中长期军事支持的详细分析。这说明美国有意在战后扶持乌克兰成为军事强国。这项议题就是为了以后能向乌克兰出售武器。所以在火力军看来，西方国家想要按照北约标准来重新武装乌克兰的长期路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目前的军事援助早就开始从北约成员国的苏制装备转变为美制或者欧制装备了。在这里面，美国毫无疑问拥有着主导地位。美国正在改造国内的军工综合体，以此来满足乌克兰持续多年的长期战事需求。这是因为目前的乌克兰消耗速度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的援助速度，尤其是乌克兰炮兵所需要的155毫米炮弹方面，美国军火库里面的现成炮弹越来越少了，所以五角大楼打算紧急拨款3.6亿美元用来采购，目的是能够在2-3年内扩大产量，并将对乌军炮弹供应量提高1倍。除此之外，鉴于海马斯火箭弹在乌俄战场上的表现，所以美军要将海马斯火箭炮的产量扩大1倍，无人机、地对空导弹系统、反坦克武器和雷达系统的产量同样也会增加。随着乌俄冲突的持续，一个熟悉的问题一直摆在许多国家面前：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援还能保持多久？对此，美国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短期答案，那就是拜登在乌克兰独立日的时候宣布了一项高达30亿美元的大规模安全援助计划，就是为了补充已经送到乌克兰的复杂武器弹药库，其中包括对乌克兰追加的6套挪威 NASA MS 防空系统和弹药，24万发155毫米口径炮弹，6.5万发120毫米口径炮弹，24套反炮兵雷达，若干架 RQ-20美洲式无人机和数套扫描鹰无人机的支持设备，若干套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以及激光制导火箭弹系统等。在这次大俄援助中，美洲狮侦察无人机是首次出现。这是一种小型的战术侦察无人机，长只有1.4米，翼展2.8米，最大起飞重量5.9公斤，可以使用小型导轨弹射起飞，也可以直接手抛起飞。因为采用的是电动机，所以噪声很小，最大飞行高度可以达到3048米，战场上很难被发现。可以在高空提供地面目标各个角度的稳定视图。一旦美洲狮无人机发现目标之后，乌军可以立即使用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去攻击目标。对于大型目标，还可以使用火炮、火箭弹乃至导弹进行攻击，足以感知半径60公里之内的战场态势，会令俄军防不胜防。此前，乌军使用导弹击沉莫斯科号巡洋舰之时，无人机就立下了大功。另外，在上周，美国防长奥斯汀也表示，拜登政府批准再提供另一笔价值6.7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些军事援助包括用于多管火箭系统的火箭弹、4门105毫米榴弹炮，用于瞄准敌方雷达的高速导弹、5000枚反坦克导弹、1000枚反坦克地雷，以及一些其他军事装备等。同一天，布林肯突访乌克兰基辅，宣布在6.75亿军事援助的基础上追加20亿援助，以加强乌克兰和该地区其他18个国家的安全。目前已经将援助方案提交到国会。这18个国家主要是北约成员国和美国的地区安全伙伴，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有可能会受到俄罗斯的入侵威胁。这笔军事援助将会帮助这些国家加强与北约的军事一体化，应对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与侵略。美国近期还有可能批准向乌克兰援助弹簧刀600型自杀式无人机，这比之前援助的弹簧刀300型更强，重量更大，射程也更远。弹簧刀600型自杀式无人机重23公斤，是300型的10倍。
不仅可以对付俄罗斯的步兵，还能针对俄罗斯的装甲部队。美国还考虑是否向乌克兰出售重型无人机。这一系列的援助将会大大加强乌克兰的武装力量。美国提供军事支持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乌军的机动能力。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正在对乌克兰建立现代化空中力量，以支持陆军部队的需求进行初步评估。很显然，美国已经开始按照北约标准来武装乌克兰，这是打算将乌克兰变成紧邻俄罗斯边境的北约武装前哨。这一点，火力军看到了日本的影子，甚至也可以说，乌克兰即将变成东欧的日本。如果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将意味着美国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出售可满足乌克兰需要的武器，并且还会制定在美国训练乌军的长期计划。根据一些网站的统计，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发动的近20个军事援助计划中，承诺的金额已经达到了136亿美元。自2014年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56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根据乌克兰官方的宣布，西方的情报分析以及美国一系列动作，火力军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迄今为止的反攻取得了成效，让美国非常看好乌克兰的未来。乌军在近一段时间的反攻中夺回了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南部战线赫尔松等地和东北部战线哈尔科夫等地的反攻中，深入到俄占领土地几十公里内，致使俄军一些地区的主力被迫撤离。如果这些成果得到证实并保持势头不变，这将是对俄罗斯军队造成的严重打击。虽然不知道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但可以看到的是，俄罗斯面对如今的反攻缺乏必要的阻止能力。拜登独立日宣布30亿军事援助，美国防长奥斯汀召集援乌大会，拨款6亿多军费。布林肯在乌克兰反攻得手之际，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些事情串联起来，已经可以准确表达美国的态度了，那就是美国会持续支持乌克兰，直到将俄军赶回老家。看到了吧？不仅是美国防长，连美国外交层面的布林肯也在布局乌克兰战后的欧洲，这才能对乌克兰的邻国也给予大量的援助。换个意思来理解，那就是美国对乌俄战争的结果预测，认为乌克兰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如果美国觉得乌克兰没有获胜的希望，那么只会选择继续军援乌克兰，根本不会去考虑战后规划。之所以美国逐渐看好乌克兰，火力军觉得还是因为乌克兰在这几个月内的抵抗和反攻要比预想的顺利，这才让乌克兰没有出现阿富汗那种情况。所以美国觉得继续帮助乌克兰抵抗的收益会更大。事实上，美国貌似已经做好了参战的准备，那就是向乌克兰派遣战争总司令。目前正打算在不久的将来给帮助乌克兰的行动起一个正式的名称，并将任命一位将军作为负责人。领导这一军事任务的有可能会是2星或3星将军。这位将军将领导美国训练乌军的行动，协调北约盟国的行动，甚至有可能指挥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美国打算为给驻乌克兰的特派团取一个名字，这就意味着将把该特派团的地位提高到五角大楼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进行军事行动时的水平。例如当初的伊拉克自由、持久自由等。从军事角度来看，如果说早期美军主要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或者武器装备，现在则是开始接替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管理，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将特派团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行动合法化。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又获得了西方的2大紧急援助，或者说2个迹象，尤其是美国试图巩固乌克兰的反攻成果，甚至还准备帮乌克兰制定俄乌战争之后的军事规划，这都表明美国对俄乌战争结果的乐观因素在上升。对于乌克兰来说，当前是冬季到来前的最后的反攻机会了，不论准备是否充足，都不能错过这个时间窗口。不过半年多之久的俄乌冲突已经让欧洲各国深感疲惫，且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危机、通胀危机和难民危机。许多国家目前能尽的力比之前少了许多，但这些国家还是希望能在冬季来临之前帮助乌克兰打赢这场卫国战争。
其实美国派这位将军过去，他不是要直接指挥这场战争，因为他直接出面指挥这场战争，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介入了，很有可能是作为乌克兰的高级军事顾问来帮助乌克兰协调规划和出谋划策，为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或者说作战手段和方法怎么运用。另一个方面，有可能这位将军是一位专业性、实战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个战场指挥官，为下一步如何从信息化、现代化的这些作战手段和作战工具的使用上，来指导乌军遂行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乌克兰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美国援助的武器能够进一步升级，能够让乌军有效地对俄军实施更准确、更及时、更有效、规模更大的打击，这才是美国这一次派这个新的司令过来的真正目的。那么，如果美国进一步像这样深入地介入俄乌冲突，乌克兰究竟会成为下一个阿富汗还是伊拉克呢？火力军觉得都不会。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乌克兰的命运就只有2条，像俄罗斯说的一样，要么你就消失，以后再没有乌克兰这个国家；要么就是你现在就跟我谈判收手，以现有的状态维持着。但按照目前的反攻成果来看，以及美国的态度，乌克兰拿下这场战争的概率越来越大。就在昨天，乌克兰宣布，乌军在闪电反攻中占领了东北部的一个关键后勤枢纽。俄军同日宣布从哈尔科夫地区撤军，这是今年3月俄军进攻首都基辅惨败而撤退后，战争势头出现的最大转向。乌军的推进使得莫斯科为乌东俄军运送物资所依赖的主要铁路进入乌军打击范围之内，有可能使成千上万俄军陷入补给线被切断的风险。总体来看，乌军抢在进入冬季之前实施的大反攻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在政治上有利于向西方争取更多的援助，在宣传上提高了己方的军心士气，在军事上可以有效支援顿巴斯地区的防御作战。如今的胜利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俄军难以抵挡乌军的反攻。你们觉得这场战争能否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呢？如果乌克兰真的成了东欧的日本，又会对这里的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